当地时间5月7号，普京宣誓就任俄罗斯联邦第8届总统，开启他的第5个总统任期。就在此前一天，俄罗斯宣布将举行包括战术核武器演练在内的军事演习，以回应近期西方接二连三发出的威胁和挑衅。来看报道。 当地时间5月7号，普京宣誓就任俄罗斯联邦第8届总统。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就职典礼于当地时间中午12时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普京把手放在俄罗斯联邦宪法上宣誓，俄政府成员、联邦会议代表、文艺、体育、科技等各界人士代表和各国驻俄罗斯使节出席了典礼。 在宣誓后，普京发表了就职讲话，首先对俄罗斯全国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并问候了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中的所有官兵。普京在讲话中强调，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是他下一任期的首要任务。普京表示，与西方的战略对话可以进行，但是必须在平等基础上推进。 Мы не отказываемся от диалога с западны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Выбор за ними. Намерены ли они и дальше пытаться сдерживать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и, или же искать путь к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и миру? 讲话最后，普京表示将尽一切努力，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并呼吁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合力争取更大成就。 Мы единый и великий народ, и вместе преодолеем все преграды, воплотим в жизнь все задуманное. Вместе победим. 就职讲话结束后，普京检阅了克里姆林宫警卫团。 在今年3月举行的俄罗斯第8届总统投票中，普京以87.28%的得票率当选总统。外界注意到，这次俄罗斯选举首次纳入4个新地区，分别是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 在这个俄乌的冲突之中呢，他也会继续坚持把这个仗打完这个因为现在双方呢实际上进行这种和平谈判的可能性不大，双方都不能接受对方所提出来的条件。那么所以说在战场上不打出一个结果呢，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普京一定会倾尽全力这个去把这场仗打完以完成他的这个俄罗斯主义的叙事。 值得注意的是，在普京宣誓就职前一天，俄罗斯国防部6号公告，将在近期举行以提升非战略核力量执行作战任务的战备水平为目标的演习，但俄方并未说明具体日期。但据俄媒报道，俄总参谋部已开始筹备，将于近期举行南部军区导弹编队演习，俄航空兵和海军也将参与其中。 非战略核武器也称为战术核武器，一般用来攻击敌方的非战略性目标。相较于一般核武器来说，它的体积更小，重量更轻，机动性更强，当量更小，通常用来打击机场、港口、军事基地等等。与之对应的是战略核武器，主要打击的是大中型城市、工业基地、交通枢纽、能源动力系统等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方期待本次演习会令西方国家一些急躁的人冷静下来。美国国防部则回应称，俄方发表了不负责任的言论，但截至目前，美方尚没有看到俄罗斯对其战略核力量的部署有任何变化。鉴于乌克兰军队部署的分散性，不少分析人士也对非战略核武器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表示怀疑。有机构称，这对俄罗斯来说会是一场收益有限的大规模赌博。 作为2个核大国，美国和俄罗斯此前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双边军控体系，但近年来随着美俄关系恶化以及俄乌冲突，相关条约已经陆续失效。去年2月，普京宣布暂时停止参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俄外交部也表示，如果美国愿意为缓和局势和恢复条约全面运作创造条件，俄方的决定是可以逆转的。 在6号发表的声明中，俄国防部还指出，此次演习是为了回应西方官员针对俄罗斯发出的威胁。外界认为，这是俄方对美国总统拜登近期签署的610亿美元的对乌援助计划的直接回应。与此同时，北约在俄罗斯边境附近举行长达4个月的坚定捍卫者演习，这是数十年来北约在欧洲举行的最大规模演习。俄罗斯指责北约正在为与俄罗斯的可能冲突做
准备。他在这个时候搬出一个相对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核演习呢，实际上也是直接对北约喊话，就是说你不要触碰到咱们双方不进行直接冲突的这个底线。